背叛贝加朋克人究竟是大雄曾经是天龙人的奴隶。大家好，我是朱二笨，又到了每周海贼王破案时间。最近漫画剧情案子可以说是一个接一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单间岛篇好像呈现了很多内容，但是进度又似乎一直停滞不前，不断出现的反转让这场战斗陷入僵局。而现在又一个破局的人来了，此刻正在单间岛上搞破坏的神秘人。1707话，毕达哥拉斯突然遭到袭击，当时他的身后阴影中伸出了一只脚，看起来像是人类体型角色的脚。有填扣这种小细节不是第一次了，当年在558话路飞与艾斯的回忆杀里就出现了第3个解疑碑，当时大家还以为是笔误或者是木纹之类的，但很快另一个哥哥萨博就出现了。1071话，这只小黑脚出现的同时，还伴随着一个拟声词。在毕达哥拉斯回头的一瞬间，这个拟声词又出现了一次，说明他又往前了一步。这个拟声词在单间岛篇出现过多次，穿着盾靴子的人走路都会有这个词。之前罗宾走路的分镜以及世家走路的分镜都出现过。在1071话中，毕达哥拉斯自己走路时也发出了这个声音，因此这个神秘人大概率也穿着盾靴子。所有要进入研究所的人都必须在门口更换靴子。路飞波尼这一组因为在下层提前换好，所以跳过了这一步。现在有了盾靴子这个线索，嫌疑人的范围就缩小了一些，至少可以肯定，这个人不是像路奇、卡库这种突然出现的入侵者，而是以正常方式进入了研究所，或者原本就是研究所的一份子。再来看他的动机，之前的1071话，单间岛的防御系统边界穹顶被意外关闭，其结果导致路奇等人成功入侵到实验层。虽然毕达哥拉斯很快修复了边界穹顶，却又导致这个防御系统无法正常工作。按照1074话中世家的说法，现在穹顶处于类似强行开机的状态，不仅外面的人无法进入，里面的人也出不去，相当于变成了一座囚牢。如果边界穹顶失控导致的一系列连锁反应都在那位神秘人的意料之中，那么他的真正目的应该就是为了把贝加朋克和他的分身们消灭在这里，不让他们离开实验层。因为哪怕他的战力再强，也不可能对付一整个4环团，他需要借助外力。于是故意让 CP9 进入实验层追杀贝加朋克，但四毒系的反水出乎意料。路奇被击败后，为了防止贝加朋克趁机逃走，他又首先袭击了毕达哥拉斯，让边界穹顶一时半会儿无法修复。利用寻找贝加朋克的时间，他可以在暗处逐个偷袭。而草帽一伙现在都穿着盾靴子，只要有控制权，就能用磁力将他们困在原地，不战而胜，这样神秘人就能实现自己的目的。所以这一话武田又留了一个小细节，路飞的靴子坏了。如果有人想要限制他们的行动，路飞刚好可以避免，给剧情留了个余地。如果假设成立，那么这个神秘人应该对研究所非常熟悉，所以这一话情报一出来，不少小伙伴都觉得贝加朋克身边出了叛徒。我们不妨就来看看，现在留在上层的这些人里，谁的嫌疑最大？优先考虑有不在场证明的人。边界穹顶被关闭时，除了受伤的阿特拉斯，其余5个分身都在监控室，其实已经足以把他们的嫌疑都排除了。间谍呼声最高的世家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呼声第2高的莉莉丝因为代表邪恶，所以也被认为是叛徒，但他虽然性格恶劣，立场却一直是站在贝加朋克这边的。文化中监控室内的合影虽然少了莉莉丝和毕达哥拉斯，但是结合后面的剧情来看，他们2个应该是提前去排查监控盲区了。就这6个分身的原理来说，他们都是贝加朋克人格的一部分，并且共享着大脑，要藏住反叛的思想似乎是不可能的。总的来说，除非有一天再来个反转，否则现在并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这些分身中有叛徒。再来看目前单间岛上的外人们，草帽一伙、卡里布、波尼、斯图西、路奇和卡库，仔细数一下，没想到还挺热闹。不过这其中的大部分人都可以轻松排除嫌疑。主角团自不用说，波尼一直待在大雄记忆的密室里，斯图西有3只看着，而且边界穹顶失效时他并不在上层。而路奇和卡库目前暂时失去了行动能力，只剩下卡里布还下落不明。之前1065话、1071话2期漫画分析里，我们曾认为失踪的卡里布无法独自离开拥有边界穹顶的实验层，有可能会秘密潜入研究所内，偷听秘密，搜刮宝物。他不仅有作案动机，也有作案能力，但似乎并不满足1074话穿盾靴子这个新的条件。这么一来，外人们也被排除了，那么还剩下谁有可能动手呢？其实还有个细节可能被大家忽略，就是毕达哥拉斯被袭击的时候，曾经抱怨的一句“赤天使对自己出生的地方下手也这么狠”，而他当时所在的地方有许多巨大的实验舱体，外部连接着许多管道。它的细节与之前赤天使生平出现时身后的巨大舱体非常相似，会不会这里就是赤天使所需要的绿血的生产装置呢？之前世家调停战斗时所在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5、6、3、4这样的编号 ，S 杀就是4号，那么算上已经出现的 S 鹰、S 熊、S12，赤天使一共只出现了4名，至少还有2名没有出现。如果贝加朋克复刻了初代七武海，那么就应该还有老沙、莫利亚和明哥的赤天使。这其中老沙的自然系果实难以复制，可能会被替换成其他能力，而莫利亚和明哥都是超人系，不仅可以用绿血复制，而且都是功能性很强的能力。问题来了，为什么之前战头王打架的时候只带了3名赤天使呢？也许就是因为其他几个的开发还没有完成，或者是存在某种问题。毕达哥拉斯当时就说过，
加快吃天使的成长速度会引发故障。吃天使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人格，也许在成长过程中突破了限制，类似 AI 觉醒，使得贝加庞克不得不暂时将他们封存。然而 CP7 的进攻让这几名吃天使判断到了机会，暗中开始行动，推测其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摆脱创造者贝加庞克的限制。整个单间岛篇充斥着各种未来技术，这其中也有对能源、互联网等等现实事物的思考。如果尾田要给这个篇章最后来点升华，也许 AI 反叛、制械危机等等主题是不错的选择，聊聊人类文明与机器文明之间的关系。总之，这个谜团相信也不会藏太久了。另一个也正在揭晓的秘密，即是大雄的记忆。本话波尼终于进入了记忆世界，看到了大雄小时候的故事。从建筑风格和那个天龙人独有的发型来看，这里显然就是圣地玛丽乔亚。如果放大大雄的背影，可以隐约看到一个天翔龙之体。所以残酷的真相就是，大雄从小就是天龙人的奴隶。波尼不敢继续看下去，因为后面应该就是大雄被虐待的残忍经历。天龙人喜欢抓走各式各样的人作为奴隶，但那些独特的种族也会让他们更感兴趣，例如人鱼族。大雄当年成为奴隶的原因，应该与他的特殊种族有关。小时候身上就是遍体鳞伤，似乎一直遭受着惨烈的殴打。他不想回去的那个地方，也许就是一个利用他的种族能力给天龙人取乐的地方。波尼在给自己做足了心理建设后，又把手伸向了大雄的记忆。这段故事还没有结束，接下来几话我们应该还能见到大雄的回忆。就在波尼赶上的时候，大海另一头的大雄正在攀爬红土大陆，底下的海军还在继续射击。他到底为什么要徒手翻过红土大陆？真正的原因还没有揭晓。但既然圣地玛丽乔亚曾经是他死都不想回去的地方，现在却在一步步靠近，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失去了记忆的大雄只剩下了本能，童年的悲惨经历已经深深烙刻在思想中，如果自己离开会害死其他人，所以在无意识中也要回到圣地。第二种可能，此时大雄抱有某种强烈的欲望，让他超越了童年的痛苦，为了到达他真正想要去的地方，不惜再次回到圣地，再次面对痛苦。之前1764话的分析里，我们曾经详细回顾了和平主义者计划与大雄的线索，以及他的所有被王国在世界政府中的地位。大雄曾被称为暴君，被赶出了国家，但他其实很温柔，深受伙伴信赖。大雄应该是背负了冤屈，离开了自己的国家，这背后一定有原因，而且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国家受到了某种威胁，大雄不得不以这样的方式离开，来保全其他人的性命。但如果是这种理由，贝加庞克没有必要瞒着波尼。他和大雄坚持不告诉波尼真相，并说真相会让波尼感到痛苦，所以大雄最后失去自我的原因一定与波尼有关。我们还是维持之前的判断。本话另一个大坑被填上，就是失踪了很久的微微终于再次出现，果然与瓦波尔一起。瓦波尔也是圣地事件的目击者之一。早在之前的1054话分析里，我们就详细推演了圣地事件的经过。当时面对去向不明的微微，提出了两种可能性，并且两种可能性都与瓦波尔有关。第一种可能，瓦波尔见到了科布拉被杀的经过，情急之下用吞吞果实的力量将微微藏进了自己体内。在会议结束后，带他一起离开了圣地。他将这个消息告诉摩根斯，摩根斯判断这又是一个能够影响世界的消息，于是准备在合适的时候再搞出一个大新闻。第二种可能，瓦波尔同样见到了科布拉被杀的经过，并且还见到了特工们将微微带走，是以目击者的身份给摩根斯提供情报。现在回过头来看，剧情走向是第一种。瓦波尔设法带走微微后，因为害怕被世界政府追杀，无处可去，所以向摩根斯求助，并躲在了市经报社的飞艇中。他对摩根斯的称呼是小摩根，英文版更过分，直接翻译成了摩根酱。看来这两人的关系匪浅，这种坏蛋之间的友情也挺有趣。从这话的表现来看，瓦波尔很担心世界政府的窃听，害怕暴露自己的位置，而且直接说到了会被抹杀这样的字眼，也从侧面说明了瓦波尔现在掌握的情报非常要命。科布拉到底是怎么死的？鲁老星又在圣地做了什么？这些只要通过摩根斯的新闻传播出去，就会再次撼动世界。这里微微还有几个小细节，本人换上了女社员的衣服，并且从摩根斯说他昨天还在哭这句话来看，似乎微微刚来到飞艇不久。他看起来并没有受伤，但是哭泣的原因究竟是为了父亲科布拉，还是在露露西亚被灭口的萨博，暂时不得而知。微微和瓦波尔如果都目击了科布拉死亡的真相，那么应该也很清楚萨博是被冤枉的人。我们之前分析里曾经推测科布拉遇害的时间，萨博有可能潜入了盘古城中，很可能在关键时刻帮了微微和瓦波尔一把。毕竟以瓦波尔的实力，要从危险的盘古城中救下微微，并安全地离开圣地，光凭他自己恐怕很难做到。这一话里摩根斯的戏份也不少，他正准备给单间岛搞个大新闻，四湾草帽小子路飞挟持贝加庞克为人质，驻守单间岛与海军全面开战。在这个海贼王头号标题党的笔下，路飞变成了主动发起战争的一方。虽说歪曲了事实，但全面开战的结果却是真的。一旦还原的海军舰队到达，包围单间岛，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路飞和贝加庞克如何逃走，将是一个巨大悬念。而摩根斯的这篇报道发出后，世界各地的草帽亲友团也将会知晓路飞在单间岛的情况，说不定预料之外的援军就来了。而此刻单间岛上，战头王凭借直觉释放出了50台第3代和平主义者。这群新式人间兵器虽然没有吃天使那么强大，但是凭借泡泡盾和各种改进技术，
战斗力已经足以碾压一般士兵。战斗王让这群家伙去看守海岸。那么当海军舰队抵达时，就会看到黑压压的一片和平主义者，可能被视为贝加朋克拼死抵抗的信号，打响第一枪。不过，岛上所有人都没有料到，乌老辛萨坦也在海军舰队中。之前的权限顺位等级，包括赤天使在内的所有和平主义者都有效。战斗王下令让马克·斯瑞协助贝加朋克出航，但是乌老辛可以覆盖这条命令，反过来让这50台新和平主义者阻击草贸易货，原本就非常悬殊的兵力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路飞和贝加朋克就更难逃脱了。这个篇章目前给人的感觉就是事态还在不断升级，完全没有要结束的意思。不知道尾田最后会画出一个什么样的大场面。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1074话的细节伏笔分析啦，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你的看法。我是朱尔本，下期见啦。